大家好，我们健康360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非常高兴，1年多在梅姐的健康360的群里面跟大家相处，还有网络上的其他的朋友，非常高兴你们能来参加今天的这个太极启示的导引，颈椎的松解颈椎的小功法以及藏装风摆梅花，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李小青，然后是吴氏太极的第7代传人，也是很有幸，我在加州圣地亚哥大学在工作的时候，有幸认识我的师傅胡应礼老师，然后胡应礼老师呢，我得到他的认可，他把把我确认为第7代的吴氏太极拳的传人，所以今天也很不好意思，因为说实在话是我第一次公开这个身份，也第一次鼓足勇气给大家做个导引。那梅姐特意交代，刚刚她特意交代要我把我为什么做给大家做这个 Zoom meeting 的导引的原因给大家做个介绍。说实在话，现在节奏刚刚像 Tina 说的很快，大家生活、工作跟学习都非常繁忙，那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入境，所以压力很大，有各种生活上的、工作上、学习上的问题，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另外呢，因为在健康360的群里，我有看到大家好多朋友自己健身，按照老美的这种的健身的方式，呃，他好，他是好在练很多肌肉，但同时呢，在练肌肉的过程中，其实在观念上，老美的这些的练肌肉的这种方式，它其实是练一种外功，就是一种动功。但是我们在中医的传统或者中国传统的文化，应该是动静相结合。尤其我们人到了中年以后，如果一直往外耗散我们的气血，动功太多，这种到最后你会手脚冰凉，然后血液供应会伤气血很严重。所以这里面我就听到有些朋友的反馈，因此我有些担心，手脚有些凉，汗比较多，然后这些情况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种趋势。所以我也就是因此鼓足勇气，虽然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是一直喜欢中医，但是就是我鼓足勇气给大家提供这个想法，说应该可能要在练动功的同时练点静功，然后这些向外耗散的气血可以有时间回流到人的体内，做一个自我濡养，把自己身体本身的一些功能给恢复起来。让身体能够行使它该有的一些自己的一些修复能力，这就是我的想法。那正好因缘巧合，这个 Tina 还有钟倩老师都跟我提起，希望我带大家来做一些路径的，不管是站桩还是这个静坐的一些导引。那考虑到 Zoom meeting 这种很难以指导大家做静坐，因为静坐有好多知识上的要求，没有亲眼看见，一旦形成习惯，很难纠正，那个比不做静坐还要糟糕，伤害更大。但是动功站桩它是比较灵活，而且站桩的过程中，整个人气血活跃会比静坐来的更明显，也比较容易气入刚初学的人。所以因此我就跟梅姐和 Tina 说，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个太极导引的这种的路径的这种Zoom 的 meeting，然后再考虑到我在做视频过程中，有好多朋友也在问这个颈椎松解颈椎的小功法，在讲述是这样，那具体该怎么做？因此我也把这个今天一起跟大家教，还有同时就是
南怀瑾老师有说过，中老年人开始要更注重修内功，还有就是分摆梅花，这是藏装的一种姿势，其实是无极装的一种分摆梅花。那我的无式太极启示里面也就包含这一些，因此我就把无式太极的这些精华的部分启示，其实有非常多内容，很多人都注重太极后面的37式、24式等等，但实际上启示里面就非常多内容，因此这是我今天讲述这个 Zoom meeting 的起因。那在开始导引之前，我再把太极的无式太极跟这个无式太极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做个简单的介绍。大家可能对市面上很多太极，比如说最容易被人家已经知道的就是简化24式的太极，这个在80年代大学的这个体育课都要上，所以大家很容易就知道这个。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一种像个广播操似的，实际上真正的太极它应该是一种形意拳，带有意念，带有这个意念的这种拳。然后在无式太极，它其实是在几个太极中是传播在国内外是传播最广泛、最影响最大的。为什么这么说？然后他目前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我的师爷，是无式太极第4代的传人王培生老先生。在我的小公话松姐颈椎里面，我有介绍他。王培生老先生他是第4代传人，然后呢，他在80年代写了10几本的这个武学的著作。那我现在有收集到，有从台湾海运过来4本在看。然后王培生老先生他其中的一本书就是无式太极拳英文版的，翻译成英文的，现在已经在美国非常的流行，而且被美国航天局作为宇航员的训练的内容。所以其实他的门生也非常多。那因为王师爷他的号叫应诚，应就是印象的应，诚恳的诚，所以他门下的弟子都以自称是应诚门弟子。所以我是属于黄培先生老先生这一支下来，他是第4代传人，这一支下来，然后是吴氏第7代，应诚门是第4代的这个传人，也是因缘巧合得到我的老师胡应礼老师的这个认可，他传我这个功法。所以这是前面的一个简单介绍。那王老先生他多数人都以为太极拳就是一种人家说像摸鱼一样的这种很柔和的，他把他的积极作用表述的非常清楚，在这本书里面，太极拳的健身与积极，他的名声大是在1981年的时候，在中外的武术中日的武术交流大会上，他以8甲之年击败了日本当时正是这个正壮年40多岁的一个这个武林高手，他用太极的动作4两拨千斤的把这个日本的这个高手打败，所以一时成为佳话。因为那个时候日本都在说中国没有太极，太极在日本，而且说中国只有少林寺没有少林拳，所以王老先生把这个发扬光大太极的这个功能，积极功能。因此日本的当时的这个杂志称他为是中国的这个东方奇人说为是中国的10大的这个武术高手，所以这个一时就成为佳话，因为多数人都把太极当作只有健身没有积极的作用，没有这个战术实战的功能。所以王老先生这个几本书都非常好，我特意从台湾
还是2008年左右从台湾这个大掌出版社朋友回去帮我海运寄来的。还有这一本是非常好的健身祛病小功法，我正准备做视频来介绍它的功法。然后还有伤财门乾坤物吉功，还有一个是十藏八卦64上手掌，这个都是它的最精华的书。好，关于这个吴氏太极跟它主要近代的代表人物，我介绍到这里，就是我的师爷王培生。